明年21大的卡位战，真是你死我活啊！山东帮的头马马兴瑞不是被人暗算了吗？那其他几位大将有没有可能明年晋升副国级？今天啊，我们挑一位，就是政治新星信长星，他明年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成为上海王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7月28号。这个明年21大现在是不到1年时间了，每个人都想着一件事儿，什么水灾啊、地震呐、都不管，如何进行明年的卡位战？因为争这个争的不是政绩，而是你要跟对人，这才是最重要的省委书记的工作。马兴瑞的事儿啊，咱们以前节目讲过了。有些人讲，彭丽媛领导下的山东帮不禁打呀，现在是不是就元气大伤了呢？我反而感觉啊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山东帮依然兵强马壮，至少说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入场啊，那基本是8、9不离10了。无论很多人预测明年的7大常委啊，基本上都有引力。你能说山东帮没戏了吗？今天啊，咱们聊其中一位人物，那就是浙江省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这2匹黑马，其中最大的黑马呢，应该是信长星。这个人物啊，很多人没啥印象。他明年能不能晋升副国级呢？我认为呢，至少可以打个90%。这个人呢，我还是见过几次真人的。时间轴得倒到2007年，20年前吧，19年吧。那个时候，我跟一个朋友共同做个事情，需要劳动部的一些批文立法。在中国啊，立法这种事儿，它不是全国人大的事儿，通常都是代表企业你提出议案，然后呢，经过分管的部委酝酿结束以后报国务院，最终是到人大走个程序而已。好，那时候我第一次见信长星啊，他已经是办公厅主任了。这个人是山东人，所以是山东帮的骨干之一，是个平民子弟啊，没有任何背景，出生在农村。他呢，考上华中以后啊，读的政治，直接就进了劳动部了。从这个一般端茶倒水的开始，科员、科长、副处长、处长，然后呢是副司长、司长，最后干到了办公厅主任。因为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啊，现在应该不在了啊，是正部长级的第1副部长。他作为办公厅主任接待我们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小伙子呀，那时候还小伙子呢，非常机灵。咱就不得不说，在中共，如果你想一无所有啊，干到副国级啊，你必须得学会一个核心的本事，不是干活，而是攀附。攀附这个词儿在这儿没有贬义的意思啊，你不攀附，你在这儿能干得成吗？虽然我们找的那人是个副部长，但是啊，他作为当时部长的办公厅主任，对我们非常客气，每个人递名片，还给我们敬酒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当官啊非常圆滑。后来呢，他在老部长退休以后啊，晋升副部，可以说平民子弟晋升了中管干部。他的第一个贵人当年叫做田成平吧。你记住啊，田成平帮了他可不仅仅是副部，正部啊，其实也有田成平的功劳。因为你既然干到副部长了，怎么着你得都想升这个正部吧。而那个时候部里边的竞争者都是红二代，非常难，包括那当年的那个张副部长，那都是大将的孙子，所以说你必须得往外放。所以说他到了安徽担任了一个副书记，没几年啊，当年他的老部长就结识了一位大员，那位大员就是后来的这个赵乐际，现在的正国级人大委员长。因为这个赵乐际啊，曾经担任过厅长的时候是田成平的下属，所以说赵乐际你起来了，你现在就把我的这位秘书
给他升一升，升到了正部长级。赵乐际啊，后来是主管组织的组织部长啊，所以你看，人家就能攀上赵乐际，其他就没戏吧。好，那我们再看，赵乐际现在已经是副委员长了，他接的谁的班呢？接的是栗战书。栗战书是和习近平同年的县委书记，一个无级，一个正顶。你看，人家又攀上了第2个正国级，而且还是老习的铁杆儿。所以你看看，人家有老习的关系，你自己作为祖籍山东，又攀上了彭丽媛的关系，皇上和夫人呢都保他，你说他能不升官吗？所以他很快啊就从贫困的青海调到了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的江苏，担任省委书记。去了以后啊，你猜不到这个人他为什么能够在中共体系中平步青云呢？一步步走上来呢？他不玩那些啊棱棱角角，他不像那薄熙来。有人评价薄熙来，你让他去人大，他真搞立法；去政协，真搞民主。你让他当个副总理啊，他真搞各种改革。他不是的，他去了以后啊，新长兴说，我们要沿着总书记指明的方向，在前几任书记的这个基础上啊，我们不起新炉灶，不提新口号，我们就接着走，一张蓝图绘到底。你看多会当官，大家知道啊，他接谁的班？吴正龙，就是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。就是你升官了，我接你的班，我不否定你，我还跟着你接着干。于此啊，他连上了第3个正国级，那就是现任总理李强。你看看，总理、国务院秘书长，加上这个现在的人大委员长，再加上夫人的帮助，再加上那个隐身的元老，就是栗战书，这么多人加持，你说这位山东帮下一次明年能不能进副省级？这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。咱们接下来聊一下，如果说他不出问题，进了政治局，也就是晋升副国务级，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呀？应该讲大概率有2个选项，一个是他要担任附近上海的市委书记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2呢，是要到广东担任省委书记，因为现在的市委书记啊，上海的大概率是要入常了，或者说调到中央去了。那他平调过去啊，也算是掌了实权了。第2啊，现在上海的市长岁数到了，恐怕也难以接书记。所以你看，中国最富裕的2个地方，广东一个是上海啊，已经基本上锁定了这个新长兴了。当然了，另外一匹黑马属于实干型干部，就是这个国母的老乡菏泽人，他叫王浩。他呢也有自己的人马和履历，但今天啊咱就没时间聊了，抽个时间吧，再聊这位另外的山东帮黑马。如果您觉得大卫的节目还值得一听，欢迎点赞、留言、转发，咱们明天再会。